在荷鲁斯背叛和混沌阴谋造成的灾难性内战开始前，第13军团极限战士是帝国中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拥有大约25万星际战士。在基里曼统治下的跨部门领域，以无与伦比的新兵供应和培训结构，使其能够承受可能削弱其他军团的损失。也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才使其成为叛徒阴谋的首要目标。这一过程将发生在考斯。然而，虽然极限战士军团的传说和原体罗伯特·基里曼的天才战略已经被技术者广为传播，但达到这种力量神话的道路可并不是那么顺利。众所周知，在某些情况下，真实的情况都被隐藏了起来。第13军团过去的复杂性，以及极限战士与其他军团之间有时存在的分裂甚至敌对关系也被掩盖了。正是这段隐藏的历史，在考斯战役中结下了苦果，并为随后的所有战争蒙上了阴影。第13军团极限战士的起源和其他军团一样，都诞生于泰拉统一战争的早期。有关这一时期的现存记录保留了第13军团的初期状况。数千名接受了基因种子的受试者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完全通过了检验要求，并且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身体变异，所有植入器官也都能够正常运转。从心理上来说，正如预期的那样，受试者表现出了不断增长的攻击性，但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凝聚力和等级制度倾向，以及对完成指定任务的病态执着。这一点在和吞噬者与白色伤疤比较时尤为明显，后者在接受植入后只表现出了个人主义和易怒。尽管第13军团在经过测试阶段后的早期扩张中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已经被帝皇掩盖了起来，或因为后来泰拉围城造成的破坏所遗失，但还是能从破碎的信息中拼凑出一部分真相。在招募新兵方面，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第13军团的征兵来源十分广泛，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渔网被抛向了池塘。从潘波克罗的环赤道地下轨道部落，到通晓兵法的萨拉贡飞地，再到充满荣誉感的中非寡头制陶都，甚至是喀克苏斯飞图上的食人部落，尽管他们的地域文化差异严重，但却拥有一个相同特点，那就是在统一战争晚期对人类帝皇进行了殊死抵抗。这种抵抗最终不是通过谈判投降，而是通过几乎灭族来打破的，所以只有少数流亡的移民和战争遗孤幸存了下来。这也是第13军团的首个非官方称呼“战争之子”的由来。所以有人推测，第13军团的基因种子所存在的特殊心理效应应该是被特意设计出来的，目的便是为了防止统一战争中潜藏的背叛风险，以及将那些旧业时代遗留下的残余力量进一步吸纳进新生的帝国。关于这项理论的另一有力证据指出，没有任何现有资料表明第13军团在泰拉的统一战争中有过部署。而像帝国之权和午夜领主的前身，则早就在收复月球和太阳星系边缘的塞泽纳战役中就获得了他们的首个战斗荣誉。在大远征的初期阶段，收复太阳星域的人们便发现，这个曾被殖民的首个人类领土中仍然存在着大量黑暗科技时代的幸存者，其中一些人公开欢迎作为保护者和贸易伙伴的人类帝国，但也有许多人类殖民地世界拒绝了帝国，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拥兵自重的傲慢，更严重的则是因为被异形所奴役，所以拒绝向帝国俯首称臣。好在大远征在帝皇的带领下展现出了迅猛的势头，而新生的星际战士军团正是大规模扩张的关键部分。在此期间，拥有大约8000名星际战士的第13军团开始声名鹊起，在帝皇直接指挥下与其他军团并肩作战，并在迪乌鲁斯的解放和斯科维蒂亚异形帝国的毁灭等著名战役中赢得了声誉，以及在洛尼西格玛、塞克尔登陆和内德布尔等行星上的单独行动中获得了大量荣誉。每征服一个新的人类世界，那些最强大的势力就会上缴他们的年轻人作为征兵税交给第13军团，就像曾经泰拉上的战争之子一般。正是在大远征的早期阶段，帝皇对星际战士军团的天才设计开始逐渐显现。尽管每一支军团都证明了自己能够在任何战场上战斗并取得胜利，但帝皇显然为他的子嗣们设计了完全不同的性格和能力，让每一支军团都能在一种战争模式下发挥出远超他们兄弟的表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遗传的天赋是显性的，例如第9军团圣血天使表现出的黑色狂怒，以及第14军团死亡守卫那可怕的恢复力。而另一些遗传的天赋虽然并不突出，但却深深地刻进了战士的血脉中，例如难以摆脱的黑暗自始至终都在压迫着第8军团午夜领主的灵魂，而极限战士的特点是在日后才被慢慢发掘出来的。在极限战士军团中，好战和克制
纪律和决心使他们非常适合联合行动和协同作战。这也让军团在接管帝国辅助军指挥权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对方是专业的太阳军，或是老本人兵团，甚至是从刚刚占领的世界上强征入伍的帝国民兵，因为最后一种情况的特殊性，第13军团在必要时经常将部队中的骨干派遣到辅助军中充当指导员和监管者，处决叛逆的士兵，并激励前线战士的士气。不过这项任务在其他的军团眼中经常被视为有损荣誉，或是觉得这不是星际战士应该在战场上做的。此外，极限战士的适应性和战术多样性经常让人联想起神秘的暗黑天使和著名的隐月苍狼。这两支军团因为语言体很早便团聚，所以已经取得了不少荣誉和成就。第13军团的战斗风格便是模仿和适应各种战场，进而发展出自己的战术。从朝都帮派的武装械斗到钢铁之手的金属洪流，第13军团将他们建立之初的好战文化和一同作战的兄弟军团的战术素养结合在了一起。到了大远征的第3个太阳年，第13军团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他们被记录为具有务实和直率的态度，很少花时间研究深奥的战术和战略，更喜欢直接的快速交战。极限战士同样有着自己的骄傲，尽管被视为对帝国事业坚定不移的忠诚者，他们也展现出了一种维护自身荣誉的强烈倾向，并与其他军团展开了一场公平的较量，尤其是那些已回归原体的军团。第13军团的战斗兄弟也会用视觉方式来展示他们的成就，与第3军团帝皇之子和第14军团黄昏突袭者整体采用特定的制服和标志不同。在特别重要的征服行动中脱颖而出的连队会在他们的制式装甲上进行补充，例如有一支连队就保留了他们自塞德纳战役以来统一战争中所使用的灰色与青铜色配色，以纪念他们最伟大的成就。这支曾与第8军团午夜领主并肩作战，进化慷慨欣喜的极限战士连队，开始佩戴着黑色护手、深蓝色头盔，以及将军团数字改为了死亡审判骷髅标志，并将复仇女神作为了自己的名字。获得这些荣誉是为了让军团的力量变得可见，但对于极限战士来说，除了人数之外，他们并不需要为整个军团命名。正如他们的第1任军团长格伦沃索托所说的那样，我被告知数字13被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和那些被迷信谎言所奴役的人视为不祥之兆，但在为帝皇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将把它视作救赎和荣耀的代名词。到第30个千年的833年，第13军团已经拥有了约33000名星际战士的现役部队，其主要战斗群由第12远征舰队组成。而极限战士的数量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有2个主要原因。第一点，与其他某些军团所采用的战术相比，极限战士独特的实用战争风格倾向于避免伤亡，也就是尽量避免消耗战，用最小的牺牲获得最大的成功。所以在涉及可拯救的人类世界时，极限战士也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的死亡。第二点则与基因种子有关，虽然第13军团的植入成功率只有中等水平，但其基因种子被证实在复制过程中对突变具有极高的抗性，甚至与第1军团的基因种子不相上下。这也就意味着由极限战士的基因种子所发育出的各类器官只会出现较少或者没有任何突变和偏差，这也就使得第13军团能够稳步扩大其新兵数量，即使没有原体的基因密码所带来的稳定性。而在所有初创的星际战士军团中，唯有极限战士的史料保存得相对完好，其中包含着关于这支最杰出军队的种种宝贵信息。在有关星际战士基因原体们的诸多传说之中，以他们与帝皇分离的过程最为神秘。这个谜题困扰帝国的学者数千年之久，许多野史流传于世，但无一能够完全解释这诡异的灾祸是如何造成的。这秘密也许永远都无法解开。但罗伯特·基尼曼在马库拉格所发现的东西被认为是能够解开真相的重要线索。马库拉格是个覆满石泥的荒凉世界，位于银河的最东边缘，星球表面的3/4为山脉纵横的严寒高原所覆盖，其余的部分则是蓝光粼粼的海洋。马库拉格在动荡之年里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大部分的工业设施都得以保全，并且保持着与邻近星系的联系，星际飞船有规律地往返于其间。在治理方面，马库拉格由2位执政官共同统治，他们的命令就是星球的法律。胆敢反抗的示威者都会被残酷的镇压，但诚实劳作的人可以得到应得的回报，而最有才能的效忠者则会被委以重任。马库拉格的生存环境严酷非凡，只有最强壮者才能熬过脆弱的童年，长大成人。因此，马库拉格的孩童无论男女都必须生来就健康壮实，而那些虚弱的婴儿则会被遗弃在荒山中等待死亡。
并且成为马库拉格的人民，意味着必须保持简朴、严格和忘我的生活方式。这里的人们自视为人类最优秀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们鄙夷奢华享乐和无所事事的生活，并将对先进科技的依赖视为带来分裂、怯弱和道德堕落的根源。这种价值观甚至对马库拉格周围的星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人都羡慕马库拉格那种严格的秩序，但为了保持这种生活方式，马库拉格的儿童不论男女，在6岁时就会被送入军体学院。在那里，他们要学会战斗、锤炼身体、严守纪律、忍耐痛苦和荒野生存。学院的生活是残酷的，只有素质最优秀的学员才能生存下来。而当他们经历了这些人类所能想象的最严酷训练之后，到他们14岁时就能正式成为一名军人。凭借着严酷的体制，马库拉格的军力在当时无人能敌，以至于周边的星系也纷纷仿效马库拉格的训练方法。因此，在动荡之年里，整个银河陷入混乱和黑暗之时，马库拉格和他的盟友们获得了成功，由训练有素的战士组成的尽力严明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击退了异族侵略者、人类的叛徒以及宇宙海盗的袭击。士兵们将在军役服役直到30岁，然后他们被允许离开军队，去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平日子的到来，因为无论马库拉格的军队取得了怎样辉煌的胜利，行星的表面却还是那永恒不变的荒凉旷野，并且不断有匪徒和强盗从北方称为伊里瑞姆的蛮荒之地而来，劫掠南方的居民。马库拉格最伟大的执政官康乐曾经率军讨伐过北方蛮族，但他最终也未能为这片土地带来平静。罗伯特·基里曼的降临对于马库拉格的人民来说是早有预兆的伟大事件。长久以来，文士们记载了有关于此的诸多意象，而执政官康乐日记上的某些章节更为围绕星际战士基因原体们的难解之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这些手记都被极限战士的首席智库小心保藏，并且一直以来对帝国的史学家们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文献中的一段记录如下：这样的梦境会令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失去心智，或者更糟一些，去向邪魔祈祷。这梦夜夜纠缠着我，每一夜黑暗的魔物长着长牙与利爪，它们撕碎我的血肉，啃噬我的灵魂。连续3个月，我没有一夜不从尖叫中惊醒，那叫声如此恐怖，我无法相信那出自我自己的口中。医生给我服用了大剂量的利山根汤，但丝毫无助，我觉得我就快要疯掉了。但就在那一夜，当我如常梦到那些每日吸食我骨髓的妖魔时，我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他身穿钢铸的铠甲，上面镶饰着鹰形的浮雕，如同闪亮的纯银。一顶金铜的头盔遮住了战士的脸。他站在那里，手握阔刃的长剑，强大的能量从剑身的花纹中流出，黑暗的野兽将他团团围住。当他给予了他们致命的痛击，怪物们一个个倒下，然后嚎叫着消失在虚空中。当最后一个怪物被消灭时，战士走向我。我突然发现自己正身处莱潘尼斯山谷的赫拉瀑布下，飞溅的水花浇在我身上。然后我看到地上躺着一个金发的婴孩，战士吩咐我保护着婴孩。但当我伸手想去抱起那孩子时，梦醒了。随后我感觉到数月来从未有过的舒畅，这是梦还是异象，我不知道。但当我醒来时，脸上仍带着薄薄的泉水。在传说之中，莱潘尼斯正是马库拉格第1位执政官的登基之处，然而如今却只剩下断壁残垣。次日，康乐就带领着贴身护卫启程向东前往赫拉瀑布。经过数周的跋涉，这支队伍终于越过了冰雪覆盖的重重山峦，抵达了那座巨大的瀑布。冰冷的河水夹着冰块倾泻而下，砸在千尺之下的巨石上，发出雷鸣般的轰响。经过仔细的搜索，众人找到了康乐在异象中所见的婴儿。他身裹细布，静卧在岩隙之中。他是如何来到这与世隔绝的幽谷，无人能够知晓。但他在这历史意义重大的圣地被发现，却正与历代以来的预言相印证。康乐将孩子带回了他的宫闱，并给他起名为罗伯特，意为至高者。小罗伯特一点点长大，他的智慧与身高也一同增长。只用了短短数年，他就掌握了宫廷教师们所能教给他的一切。在他6岁的时候，遵照星球的传统，他被带领他的养父正式进入阿吉瑟鲁斯的军营。在那里，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战斗的技巧，并且对哲学、历史与科技的悟性有无人能及。而他真正的天赋则是在军事领域。只过了2年时间，让罗伯特继续军营的训练已经显得滑稽可笑，因为他已经是马库拉格最强的勇士了。他可以在格斗中轻易地战胜任何教官，而他在军事谋略方面的才华更是无出其右。
当罗伯特一步步成长为伟大的军事家的同时，马库拉格也正处于特别的时局之中。康乐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但与他共同执政的贾兰却是个自负而好嫉妒的人物，并且在暗中策划着针对康乐的阴谋。贾兰和一群支持他的贵族阶级极力地反对康乐所推行的改革。这些肥胖的富人已经脱离劳作，将苦活都交给了奴隶，而康乐的改革计划要求他们给予奴隶更合理的食宿条件，还勒令他们出资支持首都的扩建。康乐力图通过改革为马库拉格的人民带来福利，但贾兰和他的支持者却害怕因此失去财富与权势。同样，他们还害怕罗伯特的威名。贾兰知道，只要康乐的养子尚在城中，他们就无法作乱，因此他们一直秘密谋划如何将罗伯特调离都城。于是贾兰贿赂了伊利瑞姆的野蛮部族，鼓动他们发起了一次对南方社会的强力突袭。然后贾兰对康乐鼓吹罗伯特正是平定这些野蛮人的最佳人选。康乐也同意了这个建议。他之前一直在找寻一个配得上自己儿子的任务，而现在他相信这正是让罗伯特证明自己的最好时机。罗伯特挥军北上，进入伊利瑞姆的蛮荒之地，在那里展开了对抗蛮族的宏大战役。他尽显神话般的战略与领导天赋，仅仅2个月的时间，他的远征军不仅征服了整个伊利瑞姆的土地，更赢得了狂野部族的尊敬。罗伯特与最强部族的首领巴迪里斯歃血为盟，结为了兄弟。但在经过艰苦的战斗，并最终与所有部族订立盟约之后，罗伯特却从巴迪里斯那里听到了关于贾兰叛乱的消息。罗伯特立刻聚集军队，急速南下，赶向首都。正当城市的轮廓进入他的视野时，他所看到的是腾空而起的烟柱和四处闪耀的火光。罗伯特率领军队赶向城门，他们奋力穿过从恐慌中逃离的大批难民，终于冲进了早已混乱的城市。醉酒的士兵正在四处烧杀抢掠，到处是狂怒的火苗。罗伯特一边组织扑灭大火的工作，一边向行政大厅推进，并处决掉所遇到的所有匪徒。贾兰雇佣的上百名士兵封锁了行政大厅的大门，但罗伯特砍翻了这些拦路者，强行杀进大厅。他留下部队去处理骚乱者，独自一人挥着剑穿过行政厅长长的过道。最终，罗伯特看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康乐，刺客的匕首还插在他的胸膛上。执政官用最后一口气告诉儿子贾兰叛变的消息，并恳求他继承自己未尽的事业。医生尽了全力挽救执政官的生命，但凶器上的毒药已经扩散到全身，他们无力回天了。罗伯特的心中充满了仇恨，但他仍然冷静地指挥着恢复城市秩序的工作。那些还忠于康乐的士兵本来被围困在自己的军营中，但当他们听到罗伯特归来的消息后，都奋力冲破包围，来与他的部队会合。在罗伯特的领导下，叛乱很快就被平息，无数人尝到了基因原体渗入的滋味。贾兰打算逃离这颗行星，但罗伯特在太空中将他截获，绑上铁链押回了马库拉格，并用康乐的佩剑亲手将他斩首。在民众的拥戴下，罗伯特成为了马库拉格新的执政官。他迅速地处理了那些背叛他父亲的贵族，处决他们，并剥夺了财富与官衔，分给那些忠诚的支持者。然后他开始着手继续父亲的工作。1年之后，叛乱就如同从未发生过，马库拉格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被毁坏的建筑都已被重建，并且更胜从前。人民各从其业，都觉得平安和满足。军队纪律严明，装备也更加精良，守护着星球的宁静。星舰也继续往来于太空，一切都堪称人类社会秩序的楷模。而当这理想社会的传闻到达帝皇的耳中时，他的星舰立马起航前往马库拉格，要来见一见这位传奇的执政官。斯拜楚人的史书详细地记述了帝皇与罗伯特相逢的情形，许多史学家将此视为对是帝皇亲自将罗伯特送上马库拉格论点的强有力证明。因为帝皇正是身穿银色鹰灰盔甲，头戴精致的铜盔，配着光芒闪耀的能量剑来接见罗伯特的。而罗伯特立刻想起了养父日记中的记述，意识到自己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父亲。马库拉格的秩序与力量甚至让帝皇也感到惊讶。他随即下令指定这里为星际战士新的基地，以罗伯特为基因模板。新的军团被创建，他们的名字就是极限战士。他们的第一个要塞就建立在莱潘尼斯山的最高处，基因原体罗伯特最初被发现的地方。在整个帝国的瞩目下，罗伯特欣然接过极限战士军团的指挥权。同以往一样，凭借着对战争艺术的卓绝天赋，罗伯特领导着极限战士们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辉煌的胜利，从外星异族和混沌信徒手中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星球，大大扩展了帝国的疆土。而当他的一些基因原体兄弟热衷于在征途中留下死亡和毁灭的时候，罗伯特却播撒着和平与繁荣。
他在战役组织方面的才能，使得星球的人口和工业设施都尽可能少地受到破坏，这也导致极限战士所征服的每一颗星球都能迅速地融入帝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马库拉格，雄伟的赫拉要塞也一天天建造成型，那恢宏的气势和神圣的氛围足以让任何人类折服。被留在后方监督工程的极限战士们也开始着手从马库拉格以及周围的星系征兵。以前所建立的军事学院体系为战团输送了大量优秀的候选者，很快极限战士们就接受了第一批马库拉格土生土长的战士，周边的星系也纷纷送来了他们的候选者，极限战士也逐渐成为了规模最大的星际战士军团。除了隐月苍狼，没有哪个军团能像极限战士一样征服如此多的世界，或者像极限战士那样如此快的征服世界，或者在大远征中能够让被征服的世界保持良好的状态。每当解放一个世界，基尼曼会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直到其建立自给自足的防御系统为止，并留下顾问规划设施，建立贸易路线，并取得其统治权，组建政府以及将人民福祉作为首要问题。随着奥特拉玛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小型恒星帝国，基尼曼以马库拉格为中心，创造了一个极其高效的军事机器，为极限战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兵。考虑到这个因素，再加上基尼曼的战术天赋所造成的最小伤亡，极限战士很快就成为了所有星际战士军团中最大的一支。事实上，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需要年以上的组织单位来划分。而在考斯之战前，这些极限战士被分为了22个战团。有传言称，极限战士的规模如此之大的原因是吸收了2个消失军团的残余兵力。自从第30个千年的837年被帝皇重新发现，并在大远征的第40个太阳年接管军团以来，罗伯特·基尼曼成功地将第13军团转变为了一支复杂且功能强大的战争机器。在超过半个标准世纪的时间里，极限战士军团仍在不断壮大，并发起了顺从行动，为帝国解放了银河系东部的人类定居世界，并在此过程中打造了奥特拉玛王国。虽然还没有达到其他军团决定性的数量优势，但到荷鲁斯叛乱时期就会显现出来。但极限战士也许已经处于成为最大军团的风口浪尖，因为大约166000名星际战士使他们处于所有军团的前列。暗黑天使在过去的10年里无疑是最强大的单一军团，但在著名的第3次燃灯战役中，暗黑天使在坚守阵线时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其星际战士数量已经大大减少。5万名星际战士用他们的鲜血阻止了来自外部黑暗的异形威胁对整个北部帝国的毁灭。相比之下，极限战士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并扩大银河系东部的疆域。他们拥有出色的补给和招募网络的优势，而罗伯特那令人敬畏的领导力也因此达到了顶峰。然而尽管如此，罗伯特·基尼曼知道怀疑的阴影笼罩着第13军团的灵魂。这种怀疑源于欧西里斯举行叛乱中黑暗的失败，就在原体与他军团重聚之前的短短几年内。此时，帝皇与帝国第1远征舰队费鲁斯·马鲁斯已与第10军团钢铁之手，荷鲁斯与第16军团隐月苍狼组成大远征的3大主力，正在向太阳星域之外的宇宙推进。不过，第13军团的规模、自治性和遗传稳定性，使得第12远征舰队独自承担了探索以泰拉为核心的密集恒星系统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当太阳星域内突然爆发分裂危机时，极限战士是反应速度最快的星际战士军团的原因。随后，在第30个千年的最后几年，帝国军队发动了乌兰诺远征，对乌拉克乌鲁克战争的绿皮帝国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这个绿皮帝国的首都世界是星际战士军团最后进攻的地点，位于银河系乌兰诺星区的乌兰诺星系中央。这次远征总共部署了10万名星际战士、800万帝国陆军以及数千艘帝国星舰及其支援人员。乌兰诺远征标志着大远征为重新统一人类分散的殖民地世界所做出了巨大努力的顶峰。乌兰诺也是人类帝国军队在第3次阿米佐顿战役之前击败的最大规模的绿皮集中地。乌兰诺的绿皮被击败后，人类帝皇将返回泰拉，开始实施他的庞大计划，开辟艾达民族网道供人类使用。所以他任命了隐月苍狼军团的原体荷鲁斯·卢帕卡尔来代替他指挥大远征的庞大军队。在乌兰诺远征结束后，荷鲁斯被授予新胜利的战帅头衔，他是所有帝皇军队的军团长，拥有指挥大远征中所有其他原体和每一支远征舰队的权利。当帝皇任命荷鲁斯为帝国战帅时，基尼曼毫无怨恨地接受了他兄弟晋升的消息，而荷鲁斯则继续寻求他的建议。
因为他相信基尼曼应该获得同样多甚至更多的荣誉来被任命为战帅。在返回泰拉监督下一阶段的计划之前，帝皇建议荷鲁斯将第16军团改名为荷鲁斯之子，以纪念他们的原体，并显示他在其他原体中的卓越地位。荷鲁斯最初拒绝了这一荣誉，因为他不想高于其他的兄弟，因此他的军团继续以隐月苍狼的身份存在了一段时间。据估计，在荷鲁斯叛乱爆发的时候，极限战士大约有25万名星际战士。在荷鲁斯正式宣布他背叛帝皇前，他命令极限战士军团前往风暴勋域的维尼迪亚星系进行联合作战，宣称那个星系遭到了来自加斯拉克帝国的绿皮入侵。由于维尼迪亚距离奥特拉玛已经很近了，所以基尼曼命令第13军团在考斯星系集合。当战帅荷鲁斯背弃帝国，宣誓效忠于混沌邪神，并开始对帝皇发起进攻时，他与人类帝皇决裂之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尽可能的引诱忠诚军队远离泰拉。当基尼曼和第13军团残骸离开考斯时，极限战士记录了他们的伤亡人数，共有119422名战斗兄弟在战斗中阵亡，28392名兄弟丧失了战斗能力。大多数伤员被疏散到幸存的军团舰船上，并在奥特拉玛的危机中迅速返回战斗岗位。这场危机迫使基尼曼在疏散工作中下令优先考虑军事资产，而不是受困的平民。近4万名极限战士，无论是受伤的还是有一战之力的人，都被迫留在了考斯。其中一些是自愿选择保护那些无法称义的平民，而另一些则是由于残酷的要求。关于帝国辅助军的细节则更加模糊，但似乎至少有50万名武装人员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整个军团的辅助军。好在登陆考斯地表的怀炎者中，几乎没有叛徒能活着离开。据统计，有5万名或更多的怀炎者和无数的凡人叛军在战斗中死亡。尽管只有2万人在最初的战斗中死亡，但其余的则死在了后续的战斗中，因为考斯的地下世界战争整整持续了数十年。对于极限战士军团来说，最大的损失就是其舰船资产。考斯从不因其服役的大量重型战舰数量而闻名，但在考斯遭受的损失却严重削弱了极限战士在奥特拉玛范围之外发动战争的能力。在整个第13军团中，只有5个完整的极限战士战团和其他战团的少数独立分队没有获得考斯印记，就像那些经历过伊斯特万3号大屠杀的星际战士军团一样，经历过考斯之战的老兵和那些没有经历过背叛的新兵之间形成了不可言喻的裂痕。但在第13军团中，从未颁布过任何官方称号来纪念考斯战役的老兵。罗伯特·基里曼也从未批准过极限战士之间的任何划分。但考斯之战的幸存者还是组建过一个独立的机构，他们终其一生都承受着背叛所带来的痛苦创伤，这是怀炎者对奥特拉玛世界的进攻所留下的永久伤痕。在所谓的无印记战团中，有2个在考斯之战发生时被分配到了遥远的大远征部队。第7战团分布在风暴星域的广阔区域，而第10战团则在异形出没的东部边缘作战。其余的战团及第19战团以及那些名为后备军的战团及第24和25战团已被分配在奥特拉玛的无数世界中执行驻守和训练任务。尽管没有人能逃脱荷鲁斯之乱的烈火，但也没有人像那些在考斯之战的少数人一样受到折磨，也没有人像他们的兄弟那样正在毁灭和疯狂的边缘。在大扫动的最后几年，无印记者不断地看着有印记者从他们的主力中被移走，就连基里曼似乎也不喜欢他们的陪伴，也许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那场战争的一切。最终，无印记军团成为了2次建军中第一批被重新命名和分离的极限战士。奥特拉玛领主对考斯的结局感到愤怒，他集结了被科尔法伦伏击后剩余的所有舰船，并从第一批援助舰队中抽调了大量的极限战士，直接通过使用第13军团自己的星宇唱诗班来追踪洛加。在考斯之战后，洛加领导的怀炎者军团与安格隆领导的吞噬者军团联手，对奥特拉玛500世界发动了暗影远征，试图传播由怀炎者的首席牧师埃利伯斯在考斯召唤出来的被称为毁灭风暴的大规模亚空间风暴。这场巨大的亚空间风暴将把银河系分成2半，并阻止试图增援泰拉的忠诚派。暗影远征摧毁了奥特拉玛的26个世界，直到罗伯特·基里曼的复仇舰队最终在安格隆的故乡卢凯尼亚追上了叛徒。吞噬者军团正致力于消灭这里的所有生命，以报复卢凯尼亚人。因为当安格隆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星球上的奴隶主正在向卢凯尼亚的居民宣称，安格隆是在当时奴隶起义的最后时刻逃跑了。而这个谎言彻底激怒了安格隆。第13军团的战舰勇气至上号是基里曼的临时旗舰，
与41艘舰艇组成的大型舰队突破了星系边缘的亚空间。极限战士舰队不是一支专门的拦截舰队，但却是一支刺向敌人心脏的长矛。不过这一切已经是基里曼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巡洋舰和战列舰在敌方舰队的正面进行轮炮攻击，提供了无法被忽视的目标，从而掩护舰队的其余部分在更安全的范围内使用精准的光矛攻击。随后舰队分散了力量，尽最大努力摧毁了洛加的旗舰灰烬编年10号，并试图通过登船行动夺取吞噬者的旗舰征服者号。极限战士不仅进行了一场完美的海战，他们还试图将战争带到卢凯尼亚的地表，因为极限战士们来这里是为了向洛加和怀岩者复仇，正如他们一路追击科尔法伦直到奥特拉玛另一边的大漩涡一样。几艘极限战士战舰试图冲向卢凯尼亚，空降舱、登陆船和装甲破艇不择手段，不计伤亡地降落在行星上。但征服者号的指挥官洛塔拉萨尼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摧毁了许多试图突破防线的极限战士船只。尽管一些较小的船只变成了燃烧的残骸，但极限战士最终还是突破了洛塔拉的防御，并成功将部队投放到了卢凯尼亚的表面。与此同时，灰烬编年10号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它的装甲坑坑洼洼，大教堂和堡垒都消失了，被极限战士的狂怒所摧毁。第13军团的舰队以扫射和长时间的侧舷齐射进行攻击，以自己的伤亡作为让旗舰毁灭的代价。每一次攻击都让灰烬编年10号变得更加残破，能发射的炮台也变少了。基里曼在勇气之上号的指挥台上操纵着战斗，而在卢凯尼亚轨道上的战斗中，征服者号无法保护其姐妹舰，2个叛徒军团的旗舰都已经是孤军奋战了，遭受着第13军团那破烂舰队的无休止攻击。在毁灭风暴形成后，基里曼在新泰拉已经失守，于是凭借极限战士和马库拉格的领土，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第二帝国的应急帝国。第二帝国在索萨之战中面临了重大考验，幸运的是，聚集在一起的极限战士和其他军团的盟友击退了午夜领主的进攻。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灾难，包括基里曼、圣吉涅斯和莱恩埃尔庄森3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圣吉涅斯认为帝皇还活着后，第二帝国被废除。3位元体率领他们的军团试图突破毁灭风暴抵达泰拉。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旅程后，他们抵达了达文，也就是毁灭风暴的中心，并与一支巨大的恶魔军队交战。在达文恶战以及达文的毁灭后，一条穿过毁灭风暴抵达泰拉的道路清晰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布满了叛军留下的封锁线，正如荷鲁斯所预见的那样，圣吉涅斯和他的圣血天使直奔泰拉，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而基里曼和莱恩率领极限战士和暗黑天使，负责牵制叛军和破坏荷鲁斯的封锁线。在毁灭风暴消失后，基里曼尽他所能的集结力量向泰拉进发，而在他的行军道路上有一条由数百个世界组成的庞大防御链，这条防御链由钢铁勇士保卫。在一系列交战中，双方皆损失惨重，但忠诚派仍然能够保持稳步推进的状态。基里曼最终还是决定前往泰拉，并在行进路线上歼灭了混沌的援军。但在荷鲁斯被击败后，叛徒军队就此溃散。正因为如此，在荷鲁斯叛乱的余波中，极限战士是为数不多的能保全占领的军团之一。因此，基里曼和他的极限战士肩负着将帝国团结起来对抗异族和混沌势力的重任。在这段时间，极限战士从奥特拉玛大量征兵，并最终得到了超过1半数量的忠诚派星际战士。除了率领极限战士在银河系中进行无数次战斗之外，基里曼还接受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命令，那就是成为帝国摄政。如今帝皇已经再起不能，马卡多领主也已经陨落，将泰拉议会重组为一个能管理帝国的统治机构的重任就落在了基里曼身上。在荷鲁斯叛乱结束了大约10年后，帝国终于达到稳定的地步。罗伯特·基里曼着手编写了阿斯塔特圣典，他将定义从战场战略到小队汇集的所有星际战士的战术和组织结构。这些改动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军团拆解为了1000个强大的战团，其中一个战团会保留原军团的文章，但其他军团将得到新的名称和文章。这样做的目的便是基里曼希望将星际战士的权力缩小，以确保像荷鲁斯叛乱那样规模的内战永远不会再发生。然而基里曼的做法还是引起了其余基因原体的分歧，罗格多恩、福尔甘和尼曼鲁斯反对拆分他们的军团，而基里曼本人则得到了查赫台可汗和克拉克斯的支持，双方都拒绝让步，争论因此愈演愈烈。罗格多恩说基里曼是个懦夫，理由是基里曼没有参与泰拉围城，而基里曼则以多恩拒绝服从圣典为由，指责对方是个叛徒。如此局势又使帝国陷入另一场内战的危险。但当帝国海军的战舰向帝国之前的打击巡洋舰恐惧天使号开炮时，
多恩终于心软了，并同意拆分他的军团。在埃斯卡拉多这颗行星上，阿尔法军团的原体阿尔法瑞斯被率领精锐部队袭击这颗星球的基尼曼打了个措手不及。在随后的阿尔法瑞斯和基尼曼的1对1战斗中，人们认为阿尔法瑞斯被杀，但阿尔法军团的反应并没有像基尼曼预想的那样立刻溃不成军。阿尔法军团继续向极限战士发起猛攻，并在极限战士撤回主力部队时毫不留情的追击。虽然此时阿尔法军团已经近乎全员伤亡，但仍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将极限战士赶出了这颗星球。最终，基尼曼对帝国的统治终结于塞拉萨之战。在基尼曼追击福根的过程中，福根牺牲了数支炮灰舰队，以引诱前者不断深入。基尼曼则率领自己的战团以及6个极限战士后继者战团一路追到了塞萨拉星系。在这里，被误认为已经是强弩之末的福根成功伏击了基尼曼和其他6个战团。另一边，因为过度深入而力量分散的帝国舰队不得不在塞萨拉的星球轨道上与占据地利和数量绝对优势的帝皇之子军团交火。在激烈的舰队战中，帝皇之子的舰队不断地得到来自混沌力量的增援。福根的旗舰帝皇之钥加速冲撞上基尼曼的旗舰力量铁拳的侧面，两船相接，双方随即爆发了极近距离的炮战。由于吨位劣势和敌船撞角带来的冲击力，力量铁拳号在近身交火的过程中受损严重。基尼曼判断自己战舰的生存机会十分渺茫，因此决定利用双方护盾充能的空档，率领自己船上数百名极限战士，向着帝皇之钥号发动跳帮行动。基尼曼率领常胜军冲在最前面，以及50名第1连战士、50名第2连战士，而其他6个新战团的战士则负责破坏船上的各个设施。基尼曼和他的亲卫们在进攻剑桥的路上并没有受到阻挠，他开始意识到福根就在剑桥等他。在帝皇之钥的剑桥太阳城门前，基尼曼要求他的战士在剑桥门口等待他的归来。他会试图说服福根，或者至少拖住对方足够长的时间，以让其他正在作战的战团战士有足够的时间破坏这艘船，因为这样就能够极大程度地帮助己方寡不敌众的舰队。2位连长立刻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担忧，他们告诉基尼曼说，他的自尊心正在影响着他的判断，原体只是想找个借口去单独杀死福根，来报复叛徒对帝国的背叛，但对方获得混沌力量后的战斗力仍不可知。不过基尼曼的命令不容动摇，但他答应了2位连长，一旦福根占据了上风，他就会呼叫他们的支援。在交谈过程中，福根开始引诱基尼曼接受对混沌的信仰，基尼曼断然拒绝了诱惑，并主动向福根发起了进攻。但福根并不像阿尔法瑞斯，后者并未完全接受混沌的恩赐，但福根却完全拥抱了混沌带来的诸多影响。在恐惧之眼，色列的力量将他升格为了强大的恶魔王子。就在基尼曼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杀之时，他呼叫极限战士们前来支援，而福根也让早已在太阳城里埋伏着的帝皇之子现身。当他们的儿子围着他们厮杀时，2位原体再次交锋，但这次福根决定性的胜利了。他用混沌力量所赐予的毒箭割断了他兄弟的喉咙。震惊的基尼曼问他的兄弟是如何造成这致命一击的。福根回答道，他的亚空间之眼看到了科尔费隆的诅咒匕首在卡尔斯战役中给基尼曼留下的伤疤。随后基尼曼倒下了，但与连长迪埃尔以及幸存的极限战士一起被传送回了安全地带。后来帝皇之子们屠杀了失去基尼曼的舰队，力量铁拳号是为数不多逃回的帝国战舰之一。濒死的基尼曼被药剂师们放置在了禁止溺场中，以死亡瞬间的状态存活了下来。在接下来的10个千年里，基尼曼的半死身体一直处于静止状态，安放在基尼曼神殿之中。这个神殿是整个帝国最神圣的地方之一，而在圣殿的最深处，一些朝圣者声称这位原体的伤口正在慢慢恢复，并将这一壮举归功于帝皇的力量。其他人否认这一现象，并指出在静止场中发生改变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足够多的人愿意相信这些故事，并认为自己见证了这位原体的复生奇迹。